所有人都以为我这个武魂殿的混世魔王，最多就是继承我爷爷金鳄斗罗那身强悍的鳄鱼皮，但我的武魂觉醒仪式上却金光冲天，一个被声光翼的红色精灵华丽降临，甚至还以神圣的姿态藐视着殿内的天使神像，就连全体供奉的神情也瞬间变成了骇然。此时我正坐在供奉殿一处豪华庄园的屋顶上，一边望着天空，一边喃喃自语：来到这个世界6年了，今天终于能觉醒出武魂了。作为一个穿越者，我觉醒出一个黄金鳄王应该不过分吧？自从穿越成武魂殿2供奉金鳄斗罗的亲孙子，我就凭借爷爷强大的实力和地位，在武魂殿过上了锦衣玉食、为非作歹的生活。但这种富有的日子并不是我想要的，因此我每天都在畅想自己能觉醒什么样的武魂。就在这时，千仞雪突然来到了我的身旁。金冕，武魂觉醒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你怎么还在这里？闻言我微微一笑，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马上就过去。不过你昨天不是说这1个月都不想和我讲话了吗？怎么现在就过来找我了？小雪妹妹，说了多少次了，不许叫我小雪妹妹，要叫我姐姐。我明明比你还大3岁呢，我偏不。小雪妹妹，小雪妹妹。见我仍然死不悔改，千仞雪顿时气得嘟起了小嘴。她一直将我当成最好的朋友，但她不明白我为什么非要自诩为哥哥。甚至昨天我还表示，只要她喊我哥哥，我就会管她叫姐姐。但等她叫完哥哥后，我又当场反悔，直接把千仞雪给气得不轻。为此，她还专门找到了千道流和金鳄乃至其他供奉告状。不过所有人都没发表什么意见，金鳄更是当场夸我这个大乖孙聪明。对此，千仞雪当即感觉武魂殿天都黑了下来。想到这，她轻哼了一声：别贫嘴了，快点走吧，爷爷和二爷爷他们已经等了好一阵了，急什么？他们反正闲得无聊，就让他们多等一会儿呗。与此同时的长老殿内，因为今天是我觉醒武魂的日子，所以金鳄和武魂殿的供奉们都齐聚于此，想要看看我究竟能觉醒出什么武魂来。而眼见我还没有来参加觉醒仪式，金鳄立马气成了歪嘴龙王，这臭小子连点时间观念都没有，等下过来看我揍不揍他。真的吗，二哥？我早就想教训一下金冕那个臭小子了，等下能不能让我用盘龙棍抽他？说着，降魔斗罗的眼睛陡然一亮。自从我学会走路之后，就成了武魂殿的混世魔王，每天都会搞出各种恶作剧，从而将殿内搅个鸡犬不宁。而降魔斗罗本人更是被我吓过5斤泻药，因此他早就想打我一顿出口恶气，可碍于我爷爷金鳄的威名，他始终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见降魔居然想用盘龙棍抽我，金鳄当即护起了犊子：老七，你最近是不是皮痒了？信不信我把你吊起来，再用你的盘龙棍抽你？二哥，你看你，我就是开个玩笑，我怎么可能舍得打小冕呢？降魔的话音刚落，我和千仞雪就慢悠悠的来到了长老殿内。见此，金鳄也没有履行他的诺言，只是宠溺的笑骂了我几句，紧接着就安排我开始了武魂觉醒。随着觉醒仪式的正式开始，我的身上赫然爆发出了一股凶悍之气。感受到这股熟悉的气息，金鳄瞬间开怀大笑：好小子，居然是顶级兽武魂黄金鳄王，不愧是我孙子。然而我却没将金鳄的夸赞放在心上，而是默默思考起了未来的发展规划。到时候应该让老爷子把独孤博的仙草院子抢过来，再吃掉里面的黄金鳄龙果，这样就能大幅度提升我的黄金血脉，使黄金鳄王进化成黄金鳄龙王。反正独孤博那老小子不识货，与其便宜了唐三，还不如给我呢。就在我如此想着的时候，我的脑海中猛然响起了一道冰冷的机器音：恭喜宿主觉醒武魂，神级签到系统已绑定，检测到宿主身处武魂殿，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武魂米瑞斯，下次签到地点星斗大森林。随着系统的话音落下，我身上爆发出的金色圣光瞬间直冲天际，一只红色精灵的虚影也随之显现在我的身后。随即一股恐怖的威压迅速蔓延，殿外的天使神像也因此出现了异样，不断散发出耀眼的金光，但它的光芒在米瑞斯的面前却如萤火般渺小。面对这一幕，现场的供奉都一脸的吃惊，金鳄更是激动的哈哈大笑，不愧是我金鳄的孙子，觉醒了双生武魂不说，第2武魂居然还是神级武魂。在金鳄为之感慨的同时，我引起的动静也受到了杀戮之都和海神岛以及七宝琉璃宗与蓝电霸王宗等顶级势力的关注，就连远在神界的神明也被此惊动。修罗神更是兴奋地望着镜子中我的身影，天生的神级武魂真是好苗子啊。说着，修罗神不免有些后悔之前挑选了唐三，心中甚至还对唐三生出了嫌弃之意。而毁灭之神和生命之神也开始了激烈讨论：小绿，这小子觉醒的武魂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如此纯净的光，恐怕连当年的天使神都比不上。小绿，你说让这小子当我们的传承者如何？此时的长老殿内，在发现我的第2武魂居然是米瑞斯后，我当即在心中称赞了系统一番。要知道米瑞斯可是光系的大王子，更是被誉为光之神，有了他，我之后的日子将是平步青云。就在这时，米瑞斯的身影开始逐渐变小，最终变回了初始形态小米，并化作一团光回到了我的体内，周围的异象也由此消失不见。看到这幅场景，金鳄急忙掏出一颗水晶球：乖孙，快来测试一下你的魂力。随着我将手放在了水晶球上，一阵耀眼的蓝光瞬间绽放，水晶球的表面则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对此，金鳄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只因他拿的这颗魂力水晶球是专门用来测试20级以下魂师的魂力。如今水晶布满裂纹，那就说明我的先天魂力已经达到了20级以上。可还不容金鳄多想，殿外就传来了比比东的声音：金冕，你可愿成为我的弟子？此时长老殿的大门被推开，比比东带着菊鬼两斗罗走了进来。千仞雪看见他，脸色瞬间冷了下来，金鳄则立刻将我护在了身后。比比东，你不在教皇殿，来长老殿做什么？闻言，比比东面无表情的回应：2供奉，我是教皇，长老殿并非禁忌之地，我凭什么不能来？比比东的话让几位供奉无从反驳。我探出头上下打量着比比东，忍不住在心中默默叹气，这般天赋颜值的女人，竟是个为玉小刚香消玉殒的恋爱脑。就在我思索之时，比比东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你就是金冕，觉醒神级武魂的是你吗？你可愿做本座的弟子？听到这话，金鳄当即开口拒绝：小冕当然不愿意，有我们几个老家伙在，何须拜你为师？话音落下，其他供奉也跟着纷纷附和。比比东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自然想将我这个神级武魂拥有者收入麾下。然而就在他与金鳄僵持不下时，罗刹神念让他感知到了我是双生武魂。
魂。随即他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金冕是否拜师，不由你们说了算，要看他自己的意思。说着，他看向了我，你说对吧，小家伙？金鳄还想开口，我却先一步出声，阿姨说的有道理。比比东听到阿姨二字，瞬间面露火气，但我没有理会，而是直接摆了摆手，我拒绝。随即金鳄当场大笑了起来。比比东，听到没有？我孙子拒绝你，回你的教皇殿去吧。对此，比比东却十分淡定。你们可想清楚，他虽有神级武魂，却是双生武魂。此话一出，几位供奉满是诧异，他们从未对外提过我双生武魂的事。比比东怎会知晓？见众人一脸震惊，比比东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得意。双生武魂虽然稀有，却有缺陷。第一武魂附加魂环后，再给第二武魂附加，极易引发魂环冲突，最终爆体而亡。7位供奉皆是96级以上，可有解决之法，而我也是双生武魂，恰巧知晓解决之法。此话一出，长老殿内瞬间陷入了沉默。他们都见过因魂环冲突而陨落的双生武魂魂师。金鳄虽然看不上比比东，却不愿我承担这样的风险。天大地大不如自己的孙子大。就在他准备拉下脸求比比东时，我却直接婉拒了他。多谢教皇免下好意，不过我还是拒绝拜你为师。金冕，你可想清楚，魂环冲突可不是小事，本皇怜悯你才愿收你为徒。你若答应，我不仅帮你解决魂环冲突，还会倾尽武魂殿所有资源培养你。比比东的语气里满是威逼利诱，换做其他双生武魂魂师，怕是早已满口答应。可我是穿越者，深知他的解决方法并非万全之策，更何况我刚绑定了系统，根本无需依靠他。随即我坚定地看向了比比东，想清楚了，我的事不劳教皇冕下操心。听到这话，比比东气得嘴角抽搐。好，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说完，他便带着菊鬼两斗罗转身离开了这里。觉醒仪式结束后，我和金鳄也回到了庄园。他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小冕，你今天的决定太果断了。我则笑着拍了拍他的胳膊，我一直看不上比比东，那女人脑子有病。放心吧，爷爷，我自有打算。金鳄知道我向来有主见，便不再多劝，你心里有数就好。以后但凡有一点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爷爷。对了，你打算先修炼哪个武魂？对此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黄金鳄王。米瑞斯是神级武魂，自然要等我达到封号斗罗后再修炼，现在修炼纯属浪费。闻言，金鳄满脸欣慰，自家孙子居然没有被神级武魂冲昏头脑。好，你今天好好休息一晚，明天爷爷就带你去猎取魂环。闻言，我连忙摆了摆手，魂环的事先不急，我打算先修炼1个月，待身体再强些再去。说着，我拿出了早已制定好的训练计划递给了他。爷爷，这是我定的训练计划，麻烦您和其他供奉爷爷们按照上面的内容严厉督促我修炼，还有上面需要的器材，也麻烦您帮忙准备。金鳄接过纸张后满意的点了点头，放心，这事儿交给爷爷。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周后，此时我正在训练场上拼尽全力急速奔跑，降魔斗罗则手持盘龙棍轻松地跟在我的身后。小冕，怎么慢下来了？我的盘龙棍可要碰到你的屁股。话音刚落，他右手一挥，盘龙棍便直接抽在了我的屁股上，疼得我连忙加快了速度，同时回头朝着降魔斗罗大喊，降魔老登，你公报私仇，信不信我把你的盘龙棍丢进茅坑里？说完，我不禁在心里连连叫苦。自从让爷爷和几位供奉监督我修炼后，我这几天可谓是遭老罪了，每天不是挨揍就是在挨揍的路上。降魔斗罗听到我的话，当即坏笑起来，很好，看来小冕你很有干劲，让降魔爷爷给你上点强度。说完，他将盘龙棍猛地甩出，朝着我的屁股疾飞而来。见状，我只能崩溃地加快速度。在降魔斗罗的鞭策下，我终于结束了一天的训练。我揉着快要被打开花的屁股回到了小院，刚进门就看到千仞雪独自坐在秋千上。我走上前，用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小雪，你没事吧？千仞雪听到我的声音，回过神，连忙换上了笑脸。你回来了，修炼了一天，很累吧？不累，我这身体素质强的可怕，爷爷他们设的这点强度根本不值一提。我说完，顺势坐在了一旁的秋千上，结果屁股刚碰到木板，钻心的疼痛就让我瞬间跳了起来。千仞雪见状，忍不住笑出了声，接着从怀中拿出了一瓶金疮药。别逞强了，这是我爷爷调配的上好金疮药，裤子脱了，我给你上药。听到这话，我瞬间红了脸，连连摆手，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千仞雪见我这副模样，心里满是欢喜，在我面前你还害羞上了，我又不是没见过。说着便不由分说拉着我走进了房间。几分钟后，我红着脸从房间里走出来，千仞雪跟在身后捂着嘴轻笑。我们再次回到了秋千上。良久后，千仞雪轻声打破了沉默，金冕，如果有一天我从你身边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会把我忘了吗？闻言，我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比比东想要统一斗罗大陆，武魂殿虽有强大的魂师战力，却缺乏军事力量，因此便想派遣卧底渗透2大帝国。千仞雪因千家传承的6翼天使魂骨，成为了卧底的最佳人选。在比比东的言语刺激下，千仞雪最终答应了这份差事。堂堂供奉殿小公主，先天魂力20级的绝世天才，就要这般荒废天赋去做卧底。想到这里，我心中满是惋惜。可我如今只是个6岁孩童，即便身份特殊，也没有丝毫话语权，根本无力改变这一切。但我绝不会看着他重蹈原著中的覆辙。随即，我坚定地看向了一脸期待的千仞雪。我当然不会忘记你，就咱俩这关系，我敢保证你就算是化成灰，我都能第一时间认出来。千仞雪听到这话，先是满脸欢喜，接着就抬手敲在了我的头上。你是在诅咒我变成灰吗？我捂着头连忙辩解，谁诅咒你了？我那只是比喻好不好？还有，你好歹也是个女孩子，能不能温柔点，别这么暴力，小心以后嫁不出去。闻言，千仞雪捏紧了拳头，你说谁暴力？而且暴力怎么了？本姑娘就喜欢暴力，不就是嫁不出去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见状，我则故作叹气，看你这愁嫁的样子，太可怜了。小爷我大发善心，你以后要是真嫁不出去，我来娶你。听到这话，千仞雪捂嘴轻笑了起来，得了吧，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再说了，我可比你大3岁。对此我则一脸认真，大3岁怎么了？俗话说女大3抱金砖，你这块金砖要是真没人要，那就由我来搬走。这话让千仞雪的心跳猛地加速。你说真的吗？看着她期待的眼神，我重重的点了点头。当然。随即千仞雪伸出了小拇指勾起了我的手，那拉钩保证，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自从这天夕阳下的约定后，我很少能再见到千仞雪，她已经伪装成侍女，潜伏在天斗太子雪清河的身边，学习她的言行举止，为后续的卧底做准备。而我这边训练我
我的人被换成了千道人。本以为只是换了个监督者，可没想到千道流下手格外狠厉，训练强度翻了数倍。尤其是我提到千仞雪的时候，他会瞬间爆发，提着长剑追着我砍10公里。不过好在这般高强度的训练效果也是极为显著，我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巨大的提升。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训练结束的第2天，我就和金鳄驾着马车朝星斗大森林出发。马车内我靠在座椅上，满脸的埋怨：爷爷，不是我说你，你咋就不敢和大供奉干一架呢？你知道我这1个月被他折磨的有多惨吗？闻言，金鳄一脸的无奈：我知道，可关键是我打不过大供奉啊！我瞬间噎住半天说不出话，良久才摆了摆手：算了，就这样吧。看在身体强度提升超出预期的份上，我就不和大供奉计较了。听到这话，金鳄一脸的无语，这小子还敢计较？要不是他拐走了人家的白菜，大供奉能这般折腾他吗？想到这里，金鳄干脆换了个话题。对了，此次猎取魂环，你小子打算吸收多少年限的？以你现在的身体强度，800年限的魂环应该不成问题。闻言，我笑着摇了摇头：800年不行，太低了。就凭我这天赋，第1魂环的年限最起码也是1000年起步。你说啥？1000年魂环还只是起步？说着，金鳄一把揪住了我的耳朵。小兔崽子，你真以为觉醒神级武魂就上天了？知道100年和1000年的差距吗？我则揉着耳朵赶紧解释：爷爷，我敢吸收1000年魂环是有理由的。双生武魂身体本就比常人强，而且我一个顶尖兽武魂，一个神级武魂，先天魂力还20级以上，理论上来讲吸收1000年魂环完全可行。但他却依旧不放心。你也知道这只是理论，可通常实际情况比理论要复杂得多。我则继续劝说了起来：爷爷你就放心吧，成为强者的道路上本就需要经历困难和挑战，若是连这点风险都不敢冒，又如何能成为顶尖强者？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后，金鳄终于松口，勉强答应下。时间很快就来到了2天后，此时我们的马车已经抵达了星斗大森林的外围。我和金鳄刚走下马车，脑海中便响起了系统冰冷的提示音：检测到宿主身处星斗大森林，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神级功法九阳神功，下一次签到地点圣魂村。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有关九阳神功的心法口诀全部涌入了我的脑海。我站在原地难掩心中的喜悦。九阳神功可是顶级的内功心法，练成后不仅能拥有金刚不坏之躯，还有极强的疗伤功效，就连唐三的玄天功在九阳神功面前也不值一提。但还不等我多想，金鳄就打断了我：小冕，好端端的笑什么呢？我回过神，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没什么，就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金鳄不再多问，而是抱起我腾空飞入了森林深处。他带着我在森林中穿梭，四处寻找合适的魂兽。他先是为我挑选了1000年铁甲鳄，之后又找到了1000年装甲巨蜥和1000年恶龙，但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拒绝。整整1个下午也没有找到符合我心意的魂兽。随即他满脸疲惫地落在地面上：你小子到底想要什么样的魂环？我则坐在地上悠悠地回答：就是那种攻防都很强，而且和黄金鳄王血脉相近的，魂环年限还得是1000年的。听到这话，金鳄一脸的无奈：你小子对第1魂环要求挺高。然而就在我们闲聊时，金鳄突然神色一凝，将我护在了身后。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偷袭我们！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下一秒一道庞大的身影就从草丛中走了出来。金鳄看清了魂兽的模样，直接脱口而出：暗金恐爪熊。闻言，暗金恐爪熊眼中满是忌惮地看着爷爷，却还是率先扑了过来。见状，金鳄直接武魂附体冲了上去。他再怎么说也是98级的巅峰斗士，对付一只1000年魂兽那还不手拿把掐，3两下就将他打成了半死。望着濒死的暗金恐爪熊，我拔出了一把小刀。见状，金鳄的语气里满是诧异：小冕，你该不会想吸收这枚1000年魂环吧？此时我对金鳄解释了一句：暗金恐爪熊攻防一体很适合我。说罢，我没有任何犹豫，上前一刀便了结了暗金恐爪熊。下一秒，一枚紫色的1000年魂环便从他的体内缓缓飘出。我连忙盘腿坐下，开始牵引魂环。磅礴的能量瞬间涌入了我的体内。时间很快就来到了2个时辰后，我缓缓睁开双眼，全身的气息开始快速攀升，直接来到了20级巅峰。这就是先天魂力高的好处。普通魂师觉醒武魂后要修炼许久才能到10级，并且吸收完魂环还得继续修炼才能突破20级。而我先天魂力超过20级，吸收完第1魂环便可以直接吸收第2魂环。随即我站起身，感受着身体的变化。我发现自己的个子长到了1.5米，肌肉也微微隆起，充满力量。见状，金鳄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1000年第1环放在整个魂师界都是头一个，不愧是我孙子，这天赋前无古人啊！小冕，你的1000年第1魂技是什么？暗金霸体，是强化增幅魂技，施展后全身属性提升200个百分点，力量和防御提升300个百分点，过程中能免疫一切负面状态，每升10级效果还会增加20个百分点。唯一可惜的是，以我目前的魂力只能维持10分钟左右。然而我的话音刚落，右手就突然传来了剧烈的疼痛感。小冕，金鳄见我捂着右手痛苦大喊，以为是吸收魂环出了副作用，连忙上前查看。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彻底愣住。只见我的右手散发出了金色光芒，一块暗金色骨状物体在我的掌心渐渐凝实。金鳄顿时又惊又喜，苍了个天，这是魂骨，而且还是外附魂骨。小冕，快用魂力引导魂骨与你的右手融合。听到金鳄的话，我瞬间一惊，感情这就是魂骨啊！我这运气还真是怪好的。随即我立刻释放出魂力，引导魂骨开始与右手融合。又过了1个时辰，随着我右手上的金光渐渐褪去，剧烈的疼痛感也慢慢消散。让我惊喜的是，这枚外附魂骨居然是可成长性的，会随着我的等级提升一起成长。这时金鳄焦急地上前询问：小冕，感觉怎么样？我则看着自己的右手满脸笑，感觉非常好，我右手现在充满了力量，
金鳄对我检查一番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吧，继续猎取你的第二魂环。你的第一魂环既然已经是1000年，那第二环只能高不能低。闻言，我重重的点了点头。这次我们的运气很不错，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一只3000年左右的恶龙，而且这只恶龙还带有一丝黄金鳄血脉，与我的黄金鳄王无比契合。金鳄上前几招就把这只黄金鳄打得只剩下一口气。见状，我连忙上前一刀终结了他的性命。紧接着，一枚紫色的千年魂环便凝聚而成。也许是黄金鳄王对黄金鳄的血脉压制，这次吸收的过程无比顺利，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黄金鳄给我带来的第二魂技是攻击类型，名为黄金闪光。吸收完第二魂环，我的等级直接达到了28级，这还是我刻意压制的结果。了解完魂技后，我转头看向了金鳄爷爷，我想测试一下我现在的力量。好，我去给你找只魂兽。说罢，他很快就给我抓来了一头500年的疾风魔狼。对此我却满脸嫌弃，500年的疾风魔狼是不是太弱了一些？闻言，金鳄白了我一眼，你小子差不多得了，不要以为吸收了2个千年魂环就飘了，1000年级别的魂兽还不是你一个人能应对的。见金鳄脸色严肃，我只好妥协。行吧行吧，100年就100年，凑合着打吧。话音落下，疾风魔狼当即摆出了战斗的姿态，我则活动了一下手腕，直接进入兽化状态。2枚紫色的千年魂环在我的脚下骤然亮起，而在树林的不远处，有一伙人正躲在暗处盯着这边的动静，太不可思议了。这小孩的第一、第二魂环居然都是1000年级别的，这简直是100年难遇的天才，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上学。要是没有的话，看看能不能邀请到我们天斗皇家学院。说话的正是天斗皇家学院教委会的教习，在他们身后还站着一名身着华贵的男子，周围还有大批士兵。此人则是天斗帝国大皇子雪清河。他们一行人来星斗大森林，是为了给雪清河猎取第3魂环。听到这边魂兽的嘶吼声，便过来查看情况。这时雪清河看着我，眼中闪过了一丝招揽的心思。1000年第一、第二魂环吗？有意思，若是能将其招揽麾下好好培养，未来我便多了一条臂膀。听到这话，梦神姬连忙拍马屁，大皇子英明，要不要再下去把他抓来？闻言，雪清河则抬手拒绝，不急，想要得到本皇子的培养，他要先展示自己的价值。而此时我这边的战斗已经正式展开，疾风魔狼率先发起进攻，速度快如疾风的朝我扑了过来，我一个侧身跳就轻松躲过。第一魂技暗金霸体，话音刚落，我直接跃到疾风魔狼的身后挥拳砸下，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地面被我硬生生砸出了一个大坑。可疾风魔狼却凭借着敏捷的速度早已躲开，紧接着他张开血盆大口咬向了我的脖颈，我则眼疾手快一脚将他踹飞，速度还行，可惜威力差了点。见我比出了挑衅的手势，疾风魔狼瞬间被激怒，张开嘴凝聚起一道青蓝色的光波，猛地喷射而出。第二魂技黄金闪光，随着我的一声轻喝，只见一颗金色光球快速凝聚而成，并朝着疾风魔狼推去。光波与光球碰撞在了一起，一时间竟僵持不下。光波的威力还行，可惜你难道不知道自古对波左边输的道理吗？说罢，我加大魂力输出，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疾风魔狼瞬间被炸得焦黑。见状，我缓缓来到了疾风魔狼的身前，接着拿出一瓶药，轻轻涂抹在了他的伤口上。多谢你帮我测试实力，你可以走了。闻言，疾风魔狼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朝着森林深处逃去。就在这时，一大批士兵突然冲出来，将我团团围住。放跑了本皇子的魂兽还想跑？此时雪清河在教习的拥簇下走了出来，其中一名将领指着我大声呵斥：大胆，见到大皇子还不下跪！见状，我的火气瞬间上来，跪你个头啊！皇子而已，我认识吗？放肆！来人将其拿下！说罢，将领拔剑而出，却被雪清河叫停，住手！接着他看向了我，有趣，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个宗门？对此我则随口胡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叫邢道荣。雪清河的大脑飞速思考，然而记忆中并没有听过以邢为姓的宗门势力，他以为我是平民魂师，便更加想要招揽。邢道荣，你放走我的魂兽是死罪，若你肯加入我的麾下，我可以饶你一命，并且我还能给你最好的资源，让3位魂斗罗教系当你的老师，你可以任选其中一位。对此我则毫不犹豫的拒绝，没兴趣，就凭他们3个还没资格教我。此话一出，雪清河当即脸色一僵，小子，别敬酒不吃罚酒，要么你做我的狗，要么我送你上路。闻言我不屑一笑，真以为凭这几头烂蒜就能拿下我吗？太天真了，想要送我上路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动手吧。话音落下，3名教习立马摆出了战斗的姿态，我则朝着一直在树上看热闹的金鳄摆了摆手，老登，你还要看多久？再不来我可就真要被干掉了，臭小子，一天天的净给我惹事。说罢，金鳄从空中落下，接着抬手一巴掌便将3位教习扇飞了出去。见状，雪清河惊愕不已，你是什么人？为何插手这件事？凭你还不配知道老夫的名号？再者，你要杀老夫的孙子，老夫岂能看着？说完，金鳄直接闪身到了雪清河的身前，并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3名教习见此场景，当即从地上爬了起来，冕下还请三思，您现在挟持的可是天斗帝国大皇子雪清河，虽然冕下实力恐怖如斯，但也不想被天斗帝国永无止境的追杀吧？金鳄的语气瞬间变了，你在叫我做事吗？区一个皇子，老夫可不放在眼里。说着，金鳄的手不由得加了几分力，雪清河的脸色顿时涨红。3名教习则连连作揖，不敢，只要能够放过大皇子，冕下可以随意提要求，我们一定照办。听到这话，金鳄的手才微微松了松，接着回头看向了我，孙儿，你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对此我直接脱口而出，爷爷，我想要金蛟。好，就要金蛟。等等，你说要啥？金鳄顿时反应过来，神情复杂的看着我，臭小子，你能不能正经一点？金蛟那东西是你现在能吃的吗？看着他怪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爷爷，你想哪去了？我要金蛟另有他用。见金鳄一脸质疑，我只好信口胡诌。我从供奉殿的古籍上看到，金蛟能增强体质，提升魂环的吸收上限。闻言，金鳄思索片刻后，还是看向了雪清河等人。听好了，我要100颗金蛟，年份越高越好，1个月后交给老夫。此话一出，志林顿时面露难色，却还是硬着头皮
答应了下来。见状，金鳄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你们准备好后将东西放在那棵树下，老夫届时自会过来取走。另外，你们最好不要耍花招，1个月后我若是看不见金蛟，那你们这位大皇子便会在第2天变成一具尸体。说罢，他将血清盒丢在地上，转身带着我离开了此处。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个月后，此时我正盘坐在武魂殿的后山，默念着九阳神功的口诀：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下一秒，丹田中就生出一股暖流，冲刷着我的四肢百骸。再次睁开双眼时，我的等级已经达到了30级。见状，我心中一喜，道爷我成了，不愧是九阳神功，1个月就让我连升2级。等金鳄把金蛟取回来服用后，就可以准备第3魂环了。想到这里，我起身离开了后山，准备先饱餐一顿。可路过训练场时，却被与我年龄相仿的2男1女拦住了去路。他们正是比比东的弟子，武魂殿黄金一代的胡列娜。邪月何晏，你就是金冕？听说教皇冕下亲自上门收徒，被你拒绝了。听到邪月的质问，我的语气则十分平淡。不错，就是我，有何指教？见状，胡列娜接过了话茬，能被教皇冕下亲自收徒，是何等的荣幸？你有什么资格拒绝？谁规定我不能拒绝那个脑子有坑的女人？我的话让胡列娜瞪大了双眼，你竟敢谩骂老师？晏则脾气暴躁地攥紧了拳头，废什么话？今天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敢不敢跟我们去决斗场玩玩？我瞬间明白了他们的来意，是比比东让你们来试探我的实力的吗？此话一出，3人瞬间呆愣在原地，显然没料到会被我当场识破。也罢，小爷就陪你们玩玩。说罢，我朝着决斗场走去，3人则紧跟其后。有人要挑战黄金一代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3号决斗场瞬间围满了人。我平静地站在左边，看着对面的3人做着热身运动。晏见我如此淡定，很是不屑，他转头看向了胡列娜和邪月，待会我先来教训这家伙。我则直接抬手打断，拉倒吧，你们3个一起上吧，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听到这话的晏顿时怒火中烧，你未免也太狂了。而胡列娜却邪魅一笑，既然如此，我们就一起上，让小弟弟知道什么是谦虚。说罢，3人站成3角队形，同时召唤出武魂。晏，武魂火焰领主，22级强攻系战魂师；邪月，武魂月刃，24级强攻系战魂师；胡列娜，武魂妖狐，26级控制系战魂师。下一秒，只听砰的一声，晏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邪月和胡列娜这才反应过来，恶狠狠地盯着我。见状，我挖了挖耳朵，战斗呢？废话这么多干什么？老师没教过你们战斗中别多说废话吗？斗罗大陆魂师战斗前报姓名等级的习惯，实在是让人不解。这时胡列娜警惕地上下打量着我，你自大的有点过头了，居然不召唤武魂。对此我则摆了摆手，我怕使用武魂，这场战斗会结束的太快，那就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厉害。邪月、晏，我们上！随着胡列娜的一声令下，另外2人立即冲上前。黄金一代的确有点本事，邪月的月刃招招刁钻，晏的火焰双拳虎虎生风，胡列娜也用柔术不断牵制。在3人的默契配合下，我竟一时落入了下风。见状，3人嘴角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晏率先发出了胜利宣告：小子，这就是你狂妄的代价，结束吧！闻言，我当即双拳紧攥，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话音落下，我直接进入兽化状态。只见2枚紫色魂环在我的脚下骤然亮起，强大的气势瞬间将3人震退了数米。晏抬头看到魂环，揉了揉眼睛：娜娜，你没对我用魂技吧？我怎么出现幻觉了？胡列娜也盯着我的魂环喃喃自语：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实说，第1魂环极限423年，第2魂环764年，他怎么全是1000年级别的？见此场景，围观的人也炸开了锅。我的天，这人是谁？居然是1000年1、2环！我没理会周围的惊讶声，而是低喝了一声：第1魂技，暗金霸体。随即我盯准胡列娜，并快速冲上前，一拳打在了她的腹部。下一秒，她就倒飞了出去。接着我又一套丝滑连招，将另外2人也直接放倒。看着地上的3人，我忍不住嗤笑了一声。我都说了，使用武魂战斗会很快结束，现在相信了吧？不听天才言，吃亏在眼前。说罢，我便离开了决斗场。暗处的举鬼2斗罗则连忙将3人带去了教皇殿。正在批阅文件的比比东头都没抬，回来了，事情办得如何？闻言，3人都羞愧地低下了头。老师，弟子无能，落败于金冕之手。此话一出，比比东连忙质问胡列娜：居然败了，你是如何被击败的？胡列娜讲述了战斗过程后，比比东顿时站起身怒骂：3大天才联手，居然败给一个新手魂师，你们平日里都训练到狗身上了吗？见状，菊斗罗连忙上前，教皇冕下息怒：此次落败情有可原，教皇不知金冕已经30级，且第1、第2魂环都是1000年，娜娜他们不是对手也很正常。这个消息让比比东错愕不已。当年千仞雪觉醒神级武魂，也不敢尝试1000年第1魂环，没想到我居然能成功。片刻后，比比东对着3人叹了口气：算了，是我小看了那小子的天赋，你们下去吧。3人离开后，比比东严肃地吩咐菊斗罗：从明天开始，娜娜他们训练量翻倍，由你亲自监督。菊斗罗本想反驳，可对上比比东的目光后，只能悻悻地应下。接着，比比东又看向了鬼斗罗：鬼妹，带2供奉回来，你给他送一份金冕的入学通知书。如此人才，本座绝不会放过。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周后，金鳄终于取完金蛟送了过来。我随手拿起了一颗黑色金蛟，顿时露出了惊喜之色，居然是万年金蛟。随即我连忙支走了金鳄，接着服下所有金蛟，进入了倒满冰块的浴缸。万年金蛟的效果远超预期，刚服下我就开始全身发烫，周围的冰块完全不起作用。见状，我拼尽最后一丝清醒，紧闭双眼开始运转九阳神功。很快，金蛟狂暴的力量就逐渐被引导驯化。2个时辰后，我猛地睁开双眼，强悍的魂力也瞬间爆发出来，将浴缸炸得4分5裂。看着身上泛起的淡淡金光，我不由得心中一喜，这是金刚不坏体，没想到居然误打误撞的练成了。以我现在的身体素质，吸收万年魂环也绰绰有余。随着时间来到了1周后，我也在金鳄的安排下顺利进入了武魂殿，并直接被分到了终极学院精英班。在精英班住的单人间小别墅放好行李后，我准备去班级跟同学们友好的打招呼。而此时精英班内，燕将一个削好的苹果递给了胡列娜：娜娜吃苹果吗？我特意削了苹
提，而心情不佳的胡列娜则立马拒绝，不吃，拿开。上次被我击败后，他们3人训练量翻倍，还由菊斗罗亲自监督，每天都被练到趴下。别不开心，上次是咱们大意，下次一定能揍回金冕。邪爷一边说一边走了过来。对了，今天有新生转来，咱们给他个下马威，发泄火气如何？闻言，胡列娜看向了窗外，我没兴趣。就在这时，我跟着菊斗罗走了进来。胡列娜3人看到我，眼中满是不解，这小子怎么来了？但还不等他们质问，菊斗罗就走上了讲台。从今天起，精英班迎来了第19名成员，现在请新同学上前自我介绍。随即我大步流星地走上前，我叫金冕，今年6岁。废话不多说，一句话，天生我有用。此话一出，教室内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琢磨这话是不是少了什么。菊斗罗也觉得不对劲，你这最后一句话说错了吧？不应该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吗？才何必呢？对此我则淡淡的扫视全班，这不都是材必吗？听到这话，菊斗罗顿时嘴角抽搐。好家伙，入学第一天就这么狂！其他同学品味出意思后也愤怒地看着我。新来的，你很嚣张，懂不懂规矩？知不知道这里是精英班？像你这样的货色一抓一大把。说话的是个机关头少年，也是燕的小弟。闻言我则平静地看着他，什么规矩？说来听听。见状，机关头指了指燕，你要先去我大哥面前拜码头。说着，他嬉皮笑脸地跑到了燕的面前。大哥，该怎么处理这新来的？燕则捂着头在心中怒吼：我去，找死，别带上我！见燕不说话，机关头以为他不屑出手，一番脑补后，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老大您瞧好。说罢，他迈着嚣张的步伐走向我。兄弟们，老大发话了，好好教训这小子。话音落下，除了胡列娜3人，其余15人一拥而上。然而下一秒，只听砰的一声，机关头就被重重地砸在了黑板上。3分钟后，我拍了拍手，坐回座位，15人则安详地躺在地上。这时，负责理论课的浑圣老师走进了教室，看到满地的学生，瞬间愣住，他们这是怎么了？对此我毫不在意地回应：没事，让我哄睡着了。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比比东的耳朵里。上学第一天就打伤同学，这小子确实狂过头了。见状，菊斗罗立马提议免下，要不要暗中给那小子点教训？比比东淡淡地瞥了他一眼：你不怕二供奉找你麻烦吗？算了，你告诉学院，明日本教皇亲自前往精英班实战教学。